刻意练习是由安德斯·埃里克松 Anders Ericsson 与罗伯特·普尔 Robert Poole 合著的书，着重探讨了如何通过刻意练习来提高技能和表现的方法。以下是书中的重点内容：刻意练习的定义和原则。书中介绍了刻意练习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有针对性、专注、富有挑战性的练习方式，旨在不断地超越当前技能水平，逐步提高。作者指出，刻意练习是优秀表现背后的关键。超越天赋的因素，天赋的神话。书中质疑了天赋在取得高水平表现方面的作用。作者认为，优秀表现的背后更多是大量的高效练习，而非天生的才能。练习的方式和目标，作者强调了高质量的练习，强调重复练习的重要性，以及在练习过程中保持专注的重要性。书中指出，刻意练习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要根据目标不断调整练习内容。反馈的重要性，书中强调了及时、有针对性的反馈在刻意练习中的作用。通过了解自己的弱点和改进的方向，练习者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技能，超越舒适区。书中提到，在刻意练习中，要挑战自己的舒适区，不断尝试更难的任务和情境，这有助于打破平台期，实现技能水平的提升。时间的投入，书中指出，达到卓越水平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所谓的10000小时理论被讨论，即认为要在某个领域达到专家级水平，需要大约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跨域迁移，书中讨论了刻意练习在不同领域之间的迁移。作者认为，虽然每个领域有其特定的技能，但刻意练习的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个人差异和适应性，书中提到，人们在刻意练习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适应性和学习速度。作者建议要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总的来说，书中的核心思想是，卓越并非仅仅依赖于天赋，更多的取决于刻意练习的质量和量。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持续挑战舒适区，获取及时反馈以及投入大量时间，人们可以在各个领域实现高水平的表现。当谈论刻意练习的定义和原则时，主要是在讨论如何以一种有针对性和专注的方式进行练习，以达到超越当前技能水平的目标。以下是刻意练习的定义和相关原则的详细描述。有针对性的练习，刻意练习强调的第一个原则是确立明确的目标并有计划的练习。练习者应该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水平，然后针对性地设计练习内容，以有计划地提高特定的技能、专注力和深度练习。刻意练习要求练习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避免分散注意力。这种深度练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发现难点，并逐步改进技能。挑战性的目标，刻意练习应该在练习者的能力范围之外，稍微超越他们的舒适区域。这种有挑战性的练习可以促使练习者不断适应新的情境和问题，从而提高技能。持续反馈，及时反馈是刻意练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获得外界的反馈，练习者可以了解他们在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这有助于调整练习方法和目标，持续提高技能。认知重构，刻意练习强调了对问题的深度思考和认知重构。练习者应该不断地反思问题，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
以及思考如何将问题拆解为更小的部分来理解和解决。耐心和持续性。刻意练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持续性。成功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通过大量的高质量练习累积起来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监控。练习者应该具备自我调整和自我监控的能力，这意味着能够识别自己的弱点，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及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总之，刻意练习强调在有目标、有挑战性、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情况下，深入练习和不断反思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人们逐步提高技能，超越自身的限制，并最终实现卓越的表现。在刻意练习中，作者安德斯·埃里克松对天赋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挑战传统观点的观点，即天赋的作用被夸大了，而刻意练习才是卓越表现的真正关键。以下是关于天赋的神话的详细描述。天赋的误解。一般认为，卓越的表现往往归因于天赋或先天的优势。然而，埃里克松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他指出，许多被认为是天生的才华其实是通过刻意练习而获得的，而并非是与生俱来的。练习的重要性。埃里克松在书中强调，刻意练习才是在任何领域取得卓越表现的真正关键。无论个人起点如何，通过高质量、有针对性的练习，人们可以逐步提升技能，达到优秀甚至卓越的水平。10000小时理论。书中提到了10000小时理论，即认为要在某个领域达到专家级水平，通常需要大约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这一理论挑战了天赋的影响，认为大部分优秀表现是通过持续的练习所实现的。练习塑造天赋。埃里克松指出，刻意练习不仅仅是提高技能，还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从而实际上塑造出更高水平的能力。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天赋。跨域迁移的例子。书中列举了许多例子来支持刻意练习的观点，比如，一些世界级音乐家最初并不具备特别出色的音乐天赋，但通过刻意练习和指导，他们在音乐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例子有助于打破天赋的神话。综上所述，埃里克松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挑战常见观点的看法，即天赋并非是卓越表现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刻意练习、高质量的练习以及持续的努力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取得优秀表现的关键。这一观点鼓励人们更加注重实际的努力和练习，而不是过度强调天生的才能。在刻意练习中，练习的方式和目标被认为是取得卓越表现的关键。下面是关于练习方式和目标的详细描述。明确的目标。刻意练习强调设置明确的、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是有挑战性的，但又不至于过于难以实现。明确的目标可以帮助练习者集中注意力，以及测量进展和成功。分解问题。练习的方式之一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更小、更易管理的部分，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本质，逐步解决难点，并逐渐提高整体的技能水平。练习的质量。刻意练习强调练习的质量优于数量，重复练习同一任务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提高，而应该专注于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断寻找改进的方法。反复练习。练习不应该只进行一次，而应该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练习者需要在时间间隔中重复练习，这有助于加强记忆，稳固技能，并在不同的情境下应用这些技能，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刻意练习鼓励练习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挑战更高难度的任务，通过解决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练习者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技能边界。模仿和创新。刻意练习时，模仿已有的优秀范例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模仿优秀的技能表现，练习者可以学习到一些基本的技巧和策略，然后逐渐加入自己的创新和个性。实时反馈。获得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反馈，对于刻意练习至关重要。练习者需要知道他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便调整他们的方法和目标。自我监控和调整。练习者应该学会自我监控和自我调整，这意味着他们要能够识别问题，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找到适当的方法来改进。适应性练习。刻意练习要求练习者不断调整练习方法和目标。如果发现一个方法不再有效，应该有能力灵活地尝试新的方法，以便更好地提高技能。综上所述，练习的方式和目标在刻意练习中是至关重要的。明确的、有挑战性的目标以及高质量的练习可以帮助练习者逐步提高技能，并取得卓越的表现。不断挑战自己的舒适区，获取反馈，调整方法和目标，都是实现刻意练习成功的重要步骤。在刻意练习中，强调了及时、有针对性的反馈在刻意练习中的关键作用。以下是关于反馈的重要性的详细描述。了解问题和进步。反馈是练习者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关键途径。通过接收反馈，练习者可以识别他们当前技能水平的弱点，并有针对性的改进，以实现更好的表现。及时性。反馈应该是及时的，以便练习者可以迅速调整自己的方法和目标。延迟的反馈可能导致练习者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而及时的反馈可以让他们更加高效地改进。目标导向。有效的反馈应该与练习者的目标紧密相关，它应该帮助练习者理解如何更好地达到他们的目标，以及如何逐步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个性化。反馈应该是个性化的，根据练习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提供。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弱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反馈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进行调整。积极和建设性。反馈应该是积极和建设性的，鼓励练习者继续努力，而不是泄气。建议性的反馈可以提供具体的改进建议，帮助练习者更好地应对问题。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有时，外部的观察者可以提供更客观的反馈，因为他们不受练习者自身的偏见影响。从其他人的角度获得反馈，可以帮助练习者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自我反馈。练习者也应该学会自我反馈，即通过观察自己的表现并进行自我评估，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强项和弱点，并在练习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总之，反馈在刻意练习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可以帮助练习者了解问题，还可以指导他们在练习中如何调整方法和目标，逐步提高技能水平。及时、个性化、积极建设性的反馈有助于练习者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刻意练习中，超越舒适区是指练习者有意识地选择和面对那些超出他们当前技能水平的挑战，以便更快地提高技能并实现卓越表现。以下是关于超越舒适区的详细描述。挑战性的任务。超越舒适区意味着练习者选择那些相对困难、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不仅仅停留在熟悉和轻松的领域。这些任务可能会引发练习者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促使他们不断成长。克服平台期。很多人在学习或技能提升的过程中会遇到平台期，即进步似乎停滞不前。超越舒适区可以帮助练习者突破这个阶段，因为挑战性的任务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技能运用，从而激发进一步的提升。新的经验。尝试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或新的问题可以带来新的经验，拓宽练习者的视野。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灵活性和创造力，进而在更多情境下应用所学的技能。自信心的增强。成功的超越舒适区会增强练习者的自信心。每一次克服挑战都会为他们证明，他们能够处理更困难的任务，从而激发更大的动力和决心。发展新技能。通过尝试新的、不熟悉的任务，练习者有机会发展新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会在未来的练习中产生卓越的效果，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和灵感。逐步适应。超越舒适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逐步适应。练习者可以从适当的挑战开始，然后逐渐增加难度，以便有一个平稳的过渡过程。防止停滞。当人们在舒适区内进行练习时，他们可能会陷入惯性和停滞。超越舒适区可以帮助练习者避免这种情况，保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总的来说，超越舒适区是刻意练习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鼓励练习者勇敢地面对挑战，尝试新的任务，并通过不断适应和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通过挑战自己的极限，练习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表现。在刻意练习中，时间的投入被认为是实现卓越表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下是关于时间的投入在刻意练习中的详细描述。长期性的过程。书中强调，要在某个领域达到卓越水平，需要付出长期的时间和努力。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通过多年的持续练习和努力逐步积累的。10000小时理论。书中提到了10000小时理论，即认为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通常需要大约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这个数字虽然并非绝对，但强调了在卓越表现方面时间投入的重要性。质量和数量的平衡。虽然时间投入很重要，但质量同样重要。重要的不仅仅是花费大量的时间，还要确保这些时间是高效的、有针对性的练习。分散练习。研究表明，将练习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效果要比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练习要好。这意味着练习者应该将练习分散开来，避免过度疲劳，以便更好地保持注意力和效率。耐心和毅力。时间的投入需要耐心和毅力。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挫折、困难和平台期，但要保持对目标的执着，不断前进。目标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练习者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目标需要进行调整，可能需要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或者在不同领域进行尝试，以便持续地保持进步。养成习惯。
将练习变成习惯可以有助于提高时间的投入。定期的、有规律的练习可以防止懒散和间断，保持持续的学习和提高。总之，时间的投入是实现卓越表现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长期的、高质量的刻意练习，练习者可以逐步积累知识、技能和经验，实现在某个领域的卓越表现。耐心、毅力和目标的调整同样重要，以便在时间的积累下不断提高。在刻意练习中，跨域迁移指的是将一个领域中获得的技能、知识或经验应用于另一个领域，以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和卓越表现。以下是关于跨域迁移的详细描述。迁移的概念。跨域迁移强调，通过在一个领域中获得的经验和技能，可以在其他领域中获得更好的表现。这种迁移可以促使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影响和相互补充。共同的基础。有些技能和原则在多个领域之间是通用的，通过将一个领域中的共同基础应用到另一个领域，可以加速学习和提高表现。创新和创造力。跨域迁移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从而促进创新和创造力，将来自一个领域的方法引入另一个领域，有时可以带来独特的解决方案。避免局限性。在一个领域中过于专注可能会导致思维的局限性，跨域迁移可以打破这种局限性，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考方式。学习的迁移。通过在一个领域中学到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可以在其他领域中更有效地学习。这种迁移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加速知识和技能的积累。适应性。在不同领域中应用相似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增强练习者的适应性，他们可以更快地适应新的情境和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知识的丰富性。跨域迁移可以为练习者提供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可以从不同领域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风险与机会。跨域迁移可能带来风险，因为不同领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然而，它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领域，可以为练习者带来新的发展路径。总的来说，跨域迁移在刻意练习中强调，将在一个领域中获得的经验和技能应用到其他领域，可以带来更广泛的机会和卓越表现。通过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练习者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问题，展现出更高水平的能力。在刻意练习中，个人差异和适应性是指不同练习者在刻意练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特征和适应方法。以下是关于个人差异和适应性在刻意练习中的详细描述。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起点、天赋、兴趣、经验和学习风格都是不同的，因此在刻意练习中会产生个体差异。某种练习方法对一个人可能非常有效，但对另一个人可能不适用。自我理解。练习者应该努力理解自己的个体差异，包括自己的强项和弱点、学习风格以及适应方法，这有助于他们选择合适的练习策略。定制化的练习。根据个人差异，练习者可以定制化他们的练习计划，他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内容、时间安排和学习资源。适应性调整。练习者应该具备适应性，随时调整练习方法和目标。如果某种练习策略不再有效，他们应该有能力及时调整，以便保持进步。利用优势。
个体差异可能会带来一些独特的优势，练习者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将它们应用到练习中，以实现更好的表现。克服挑战，某些个体差异可能会带来挑战，比如某些学习障碍或认知特点。练习者可以通过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来克服这些挑战。灵活性和实验，在刻意练习中，练习者应该保持灵活性，愿意尝试不同的方法和策略。通过不断实验，他们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持久性，个人差异和适应性需要持久的努力和反复实践。练习者不仅要了解自己，还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总的来说，个人差异和适应性在刻意练习中至关重要。练习者应该了解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练习方法和目标，并保持灵活性和持久性。通过将个体差异和适应性结合起来，练习者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实现卓越的表现。